萨拉姆，大家好，Welcome to Isfahan， 欢迎来到伊斯法罕。伊斯法罕呢是伊朗最有名的一座旅游城市，没有之一。所以来伊朗旅游一定要到访的城市就是伊斯法罕。而且在当地啊有一句这样的话：伊斯法罕世界的一半。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小的城市就能成为世界的一半呢？因为这里足够的精彩。你们看一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广场，你们就知道了。你看一下这里整个全是广场的范围。这是伊朗最大的一个广场。你可以看一下这广场旁边这个建筑，这就是传统的巴扎。看到的这个建筑，这种弧形的门。就完完全全是波斯的风格了。伊朗的广场和它的那个巴扎是它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它整个广场加上它的巴扎是融合在一起的，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也结合了当地的文化，所以它这个广场我觉得更加的符合当地人的特色。而在这个广场周边呢，有很多地方啊是非常非常值得一逛的。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呢，在伊斯法罕旅游最值得逛的有10个地方。现在我们去看一下。首先要逛的第一个地方，那就是这个纳格什贾汗广场了。这个广场呢，不仅是伊朗最大的广场，也是世界上第2大广场。最重要的是，它的历史啊，已经有400多年了。到现在来看，这个广场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这是伊斯法罕广场上面的马车，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坐一下。这个马车呢是沿着这个广场走一圈，本来应该是走一大圈，但现在呢那边呢好像是有一个什么活动啊，有一些学生不知道是搞运动会啊还是什么，反正他们在那边搞活动，所以它整个一半的广场都用这个围起来了。你看。那边很多学生呢。哦，这个马拉了屎之后呢，这个有人来专门清理哦，这就真正的铲屎官了。在伊朗旅游啊，当地的大巴扎一定要去看一下的。像我身后呢，就是伊斯法罕的大巴扎。这个大巴扎啊，虽然呢没有德黑兰的大巴扎大，但是这个大巴扎呢更值得看一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巴扎非常整齐，规划的更好，更有逛头。而且这个大巴扎还有一个特色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有盖的那种集市。所以呢，非常值得一看。另外啊，这个大巴扎的门也很有意思，它是一个艺术品，我们去看一下。那就这个大巴扎的门啊，这是大巴扎的入口，你可以看一下，这外面停满了摩托车，然后中间有一个喷泉。而这个门呢，你可以看到墙壁上呢，其实是有很多壁画的，我们可以过去看一下。你看那上面的画看到了吗？看到壁画了吗？有没有《清明上河图》的那种感觉？你看那上面的壁画，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吗？放大看一下，看一下。哎，能看清楚吗？你看有没有那种《清明上河图》的那种氛围？现在已经好多都没有了，剩下一部分，还是非常漂亮的。这是巴扎的内部，漂亮吧？这里卖的东西什么都有卖。
而且环境也好，看一下这里。这世界上最大的有盖巴扎。哇，这个巴扎好长啊，好幽深啊。这个巴扎的氛围感觉还不错，里面比较干净，卖的东西品类也比较多，空间足够大，随便逛，而且下雨天也可以逛，因为它是有盖的嘛，所以非常好。还有香料好多啊，好香啊！好香啊，这里面好香。这还有卖水果的，他们卖这种青果的特别多。哇，全都是桑果，白色的、黑色的都有，白色的更好吃一点。这里面呢，真的什么都有的卖，值得逛一下。你看，什么都有的卖。我身后的这个呢，阿里卡普宫呢，是伊斯法罕最有名的宫殿建筑，但它其实并不是一座宫殿，而是一座房子，一座商人的豪宅。就是阿里卡普宫了，你看一下，你看到这个建筑，下面这个建筑石头的这个建筑，就是伊朗风格的建筑。然后你看上面的那个顶棚，它是木质的，而且它的那个围栏的那种雕刻的花纹，也都跟中国的那种雕刻的花纹其实非常非常像。Hello. Yes. 这个伊朗的传统建筑啊，全都是石头的，而这里呢是木质的，所以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等一下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建筑。现在我先去买一张门票。这里就是阿里卡普宫的里面了。这个地方的门票啊，我们外国人买的话是100万，当地人好像会非常便宜，好像是5万块钱吧，反正非常非常便宜。我们买的话是100万，100万大概就是2欧啊，14块钱，也算是挺便宜的了。现在呢，我就已经在这里面了，但是他没有给我凭票啊，他说只付钱给他，然后他说就可以进去了，所以现在我已经进来了。现在呢，我要从这个地方进去参观，带大家进去看一下。这个地方从这里进去，这是宫殿变迁，这是1577年，这是公元，然后这个是伊朗的历954年，956年，公元是1577年，它最早就这个样子。然后就建成这个样子，然后又加盖，不停的加盖，然后到这里，然后到1644年，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从这个地方可以上去2楼。上去吧。看不清。终于上来了，看看这里怎么样？好多人啊！这里的很近。它这个就是木柱了，木头的了。
从这个地方俯瞰这个广场还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广场。这边就是伊玛目清真寺。这边就是伊玛目清真寺，是那个。从这个地方啊俯瞰这个广场非常漂亮，要是能放一个无人机就好了。这个就是伊玛目清真寺了，是伊斯法罕最有名的一座清真寺。这座清真寺也是非常漂亮的。在伊斯兰国家旅游啊，清真寺肯定是一定要看一下。伊斯法罕这个清真寺啊，它不仅是在当地有名，在整个伊朗都是非常有名的，而且是非常值得一看。你看这清真寺的这个门廊，这个地方入口处，是不是很漂亮？然后这边就是巴扎了，从这个巴扎进来到这边就是清真寺。这里就是清真寺，你看看，看它的穹顶，真的特别的漂亮。进入清真寺，从这个地方。哇哦，你们看到了吗？它外面都贴的就全都是瓷砖哦，特别的漂亮，特别的壮观。你看这个瓷砖，看到吧？视觉冲击力，看看，看这视觉冲击力。看是不是？看这瓷砖，哇哦！真的很漂亮哦！看一下这里面，也全都是这种瓷砖。这个清真寺呢也是需要买门票才能进去的。对于我们外国游客来讲呢，门票是100万，当地人呢好像是10万吧，好像是，反正非常便宜，当地人基本上是非常便宜。但是你进去之后呢，只能在这个建筑旁边拍照，确实非常适合拍照。如果想要拍照的话，来这个清真寺是非常不错的。如果假如说你们就随便看看的话，跟着当地人走到祈祷的地方去，那也可以拍到那个清真寺的内部的一些照片，还是可以的。这里就是40柱宫景区了，前面是景区的入口，但是今天这里的人非常多，你看前面的入口处全都是人，大家可以看一下。哎呦，我真是太难了！我想逛这样一个宫殿逛不了，3个宫殿我现在只逛了1个，人太多了，而且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它一直不让进，
然后后面很多伊朗人一直在那里叫，一直在那里抗议，叫的特别响，但是结果还是不让进，整个人都在门口走不动了。我看伊朗人也特别疯狂，直接就跟那边干起来了。检票人员就一直不让进，不知道是不是限制游客数量还是怎么回事。因为今天是星期四，属于当地的星期天，所以人特别多。你看这么多人，我看了很多伊朗人都已经直接退出来了。他们叫的好疯狂啊！现在还听着他们在那叫，一直在叫，一直在骂。3 days later， 3天之后，我再次来到这里，今天的人少了很多。这里就是四世祖宫的内部了，其实就是一个传统的波斯花园，是阿巴斯一世时期修建的，包括四世祖宫的中殿和4个角亭。这里也是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是来伊斯法罕旅游必到的一个地方。所谓的四世祖宫啊，就是前面那座包含有40根柱子的宫殿，实际上只有20根柱子，因为加上倒影在水中的20根柱子，所以称为四世祖宫。这个花园的规模并不大，但是非常漂亮，内部还有很多萨法维时期的壁画，是无价的艺术品，所以绝对值得一游，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里呢，就是亚美尼亚教会。亚美尼亚呀，它是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它的教会呢，跟其他的基督教啊、天主教啊或者东正教啊，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给我的感觉啊，有点像是东正教和天主教的结合，因为它里面也有那种座椅，而且它的那个墙壁上也都是壁画。这个教会的历史啊，已经有400多年了，是当时被波斯帝国所征服的亚美尼亚人来到这里修建当时萨法维王朝时期的首都，因为当时伊斯法罕呢是萨法维王朝的首都嘛，所以周边的很多小国被波斯帝国给征服了，其中就包括了亚美尼亚。当时有很多亚美尼亚的工匠就来到这里，然后来到这里之后修建他们的首都，之后呢，定居在这里的亚美尼亚人就修建了这座教堂。大家如果有机会来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壁画都非常值得看，尤其是它的建筑外形。你看它的门廊，它这个是钟楼的形式，敲钟了。哎呦，很难得呀！好久没听到教堂的钟声了。这是前面的一个塑像，上面还有亚美尼亚文字呢。现在来的比较早，门还没有开。网上写的是8点半开门，但是现在来到这里已经9点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要再晚半个小时啊？反正现在还没有开，再等等吧。不过很多游客在门口等着呢。这座教堂是非常有特色的。外观看上去是一座清真寺，高挑的拱门、马赛克拼接、圆形的穹顶，但走进去看到的这是充满基督教的细节，有着翅膀的天使和十字架点缀的回廊，壁画上满满的圣经故事，创世纪、诺亚方舟、耶稣受难等，也有详细描述天堂与地狱的壁画。
在穹顶的内部，则又回到了伊斯兰风格的几何图形，跟圣经壁画穿插在一起。整个鲜艳的色彩在面积不大的教堂内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真的很佩服400多年前的亚美尼亚画家与建筑师，巧妙地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融合在一起。以前在土耳其和塞浦路斯旅游的时候，看到过很多教堂风格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风格的教堂还真是第一次见。所以如果你们来伊斯法罕旅游的话，一定要抽时间来这座教堂看看，非常赞。教堂周边的这个街区还不错，这里有很多古建筑，还是值得看一下的。尤其啊，你看一下，这里有一个以前的钟表，因为它这个是测量时间的。现在是9点09分，然后你看这个钟的那个时间在那里，9点，然后这个是几点？6点。7点、8点、9点、10点、11点、12点，然后是1点、2点、3点、4点、5点、6点，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哎，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啊。然后这边是街区，这里有小广场，那边就是亚美尼亚的教会了。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伊斯法罕的老广场了。这个广场啊，是伊斯法罕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广场，是建立在波斯帝国的萨法维王朝时期。当时的伊斯法罕就是萨法维王朝的首都，而这里就是当时全国的政治和经济的中心，所以这个广场在整个伊朗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广场的规模真的非常大，给你们看一下。你看，从这里一直到这边。这全是广场的范围哦，这个广场大不大？而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一外围的这一圈呐，就是巴扎，就这个广场的巴扎，这里就是巴扎了。这个整个一圈的那边全都是，哎，这个巴扎啊很有特色，你看它巴扎的建筑，看看，你看这个孔不但对于换气非常好，而且呢又通风。而且又照明，你看，觉得这个真的设计非常好，非常有特色。即使下雨的话，对这个影响也不大。你看，就只有这一小块，采光好，通风好。你看，走到这里面很凉快。出去以后就是老广场了，漂亮吧？它除了是一个公共活动的空间，也是一个当地普通居民进行生活采购的一个场所。所以呀，这个广场对当地人来讲，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居里清真寺。这个居里清真寺啊，是伊斯法罕最为古老的清真寺，甚至是伊朗最为古老的清真寺。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清真寺有3个特点，第一就是它的古老，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大概有1000多年的历史，比伊斯兰教的历史还要悠久。也就是说，这个清真寺啊，在成为清真寺之前，其实是一个波斯的巴扎建筑。你看这整体的建筑风格，其实就是跟伊斯法罕的老广场的那种风格是一样的。周边是用来做巴扎，然后这中间是个小广场。但是呢，现在这里是改成了清真寺，也不是现在改成的，是在波斯帝国伊斯兰化之后，这里就改成了清真寺。然后这第2个特点呢，这个清真寺啊，是伊朗很多清真寺的蓝本。伊朗很多清真寺，它都是以这个清真寺为蓝本而建立的。不仅是伊朗，甚至在很多其他的穆斯林国家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也会有这种风格的清真寺。所以这座清真寺是来伊斯法罕一定要参观一下的。而第3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清真寺啊，是伊斯法罕3座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其中1座。所以这座清真寺在当地是非常重要的。来伊斯法罕旅游，这个清真寺是一定要来看一下的。你看看这个建筑的风格，就跟老广场上面的那个巴扎的那个建筑风格是一样的。你看建筑都是很漂亮的2个宣礼塔。还有这里呀，据说会举行一个1000人的祈祷。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是听那刚刚有中国的导游，就是带中国团的导游来介绍，说这里好像是有一个祈祷。你看，就有人在这睡觉呢，还打起呼噜来了。然后这个地毯呢，就是他们坐在这里进行祈祷嘛，就在这个地方。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扎因代河的河畔。我身后这座古桥啊，叫33孔桥，这是扎因代河上最有名的一座桥，也是伊斯法罕的象征。这座桥呢，它的历史非常悠久，而且这座桥非常有特色。不仅是因为它有33个桥孔，而且是它上面有一些壁龛。当有太阳的时候啊，你可以在这个壁龛中行走，非常有特色，给你们看一下。那这个就是33孔桥。除了这33个孔啊，其实在最两头其实还有2个孔，还有2个小孔，但是这2个小孔呢并不算在里面。除了这小孔，那其他的这个孔就是33孔。这个我刚刚已经算过了，真的是33个。不信你可以从这边开始算，33孔。而且在这个孔桥的旁边呢，有很多人坐着吸水盐。你看，这地上全都是水烟。那这个有人直接在这个桥洞下面走，这个你可以跳过去啊，跳不过去就掉到水里面去了。然后这个上面，我们去上面看一下，看他们女的也吸水烟。这就是33孔桥啦。这个孔桥两边有这种壁龛，你看这两边有这种壁龛，还是很有特色的。总有一边有树荫，总有一边是阴凉处。
而且你可以在这个孔洞里面进去看一下。看，看，可以走人走过去。还有这边也是。然后你看，很多人就在这里玩水。伊斯法罕的植被覆盖率啊，远远高于德黑兰，所以啊，在伊斯法罕一定要体验的是，随便找一个绿地，然后在这里野餐，在河的旁边就是一大片绿地，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多好！看看这里环境，哇，你看看这树上的桑果，你看这树上的桑果有多多。这里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地上落满了一地，这些全都是桑子。看看树上，风好大呀！这个其实是今天中午吃剩下的。好喝。OK Yes， 这就是在伊斯法罕最值得做的10件事情。你们喜欢这座城市吗？行，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那咱们下期见吧，拜拜。